等幾年後，當我成為世界首富的時候，我還要再到他凡爾賽說我對錢沒有興趣。一個賣掃地機器人的老闆公開宣布5年之內成為世界首富。除此之外，他還提出要用接下來20年打造全球第一個100萬億美金的公司生態。高端手機要跟蘋果和三星3分天下，汽車要做，人形機器人要做，衛星也要發。聽起來像馬斯克，但他不是馬斯克，他是追觅創始人於浩。有意思的是，於浩過去一邊不斷批評馬斯克，一邊又持續把自己的目標放到馬斯克的坐標系裡比較。他想超越的，恰恰也是他最頻繁提起的那個人。而追觅最出名的產品，不是火箭，不是汽車，也不是手機，是掃地機器人和洗地機。更荒誕的是，真正讓於浩陷入輿論風暴中心的，並不是這些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目標，而是另一組完全相反的關鍵詞：流水線工人、奶茶縮水、售後投訴、全員自媒體、調崗、勞動仲裁，以及一篇被大量轉發的文章《崩老頭》。所以這並不是一個老闆吹牛的故事。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一家原本確實有產品、有技術、有市場成績的企業，為什麼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個位置？答案並不只藏在那些宏大的目標裡，也藏在流水線、售後、調崗和仲裁裡。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於浩那些發言時，第一反應都差不多：吹牛、畫餅、要流量。但問題在於，如果於浩只是一個純粹的嘴炮人物，今天根本不會有這麼多人認真討論他。因為追觅並不是一家 PPT 公司，他真的把產品做出來了。他的掃地機器人賣到了全球市場，洗地機、吹風機等產品也在不斷擴展。更重要的是，追觅早年長期投入高速數字馬達技術，這個方向雖然不夠熱鬧，卻幫助他完成了最初的行業崛起。公開資料顯示，於浩畢業於清華大學航空航天專業，早年參與無人機項目，後來進入數字馬達領域創業。那個時期，人們討論追觅，討論的是吸力、續航、電機轉速和產品創新。媒體關注產品，投資人關注增長，消費者關心的是這台掃地機器人到底好不好用。而於浩本人更像一個典型的技術創業者。也正因為如此，後來發生的一切才顯得更加割裂。隨着追觅越來越成功，於浩談論的東西也開始越來越大。掃地機器人逐漸退到了故事背景裡，取而代之的是手機、汽車、人形機器人和衛星。於浩公開表示自己要在5年內成為世界首富。除此之外，他還提出要用接下來20年打造全球第一個100萬億美金的公司生態。注意，是100萬億美金，這些目標中的任何一個單獨拿出來，都足以成為一家公司的長期戰略。但在於浩的敘事裡，他們被同時放進了同一張藍圖。手機要進入高端市場，汽車要參與全球競爭，機器人要提前布局，衛星也要上天。追觅不再只是追覓，它開始被描述成一個橫跨消費電子、智能製造、汽車、機器人和航天產業的超級生態。每一個偉大的商業故事，在最開始的時候，聽起來都可能像天方夜譚。問題是，當一家公司開始同時描述太多未來時，外界也會本能地提出一個問題：它現在究竟做得怎麼樣？真正讓公眾態度發生變化的是一篇在互聯網上被大量轉發的文章，標題很直接，崩老頭。很多人可能沒有完整看過這篇文章，但它擊中的情緒並不複雜。翻譯過來，大概就是一句話：天上的故事講得越大，地面上的問題就越刺眼。這篇文章真正引發討論的，並不只是於浩喜歡講宏大故事，他把幾個問題同時擺到了桌面上。第一，追觅的業務邊界正在迅速擴張。一家以清潔電器起家的公司，開始不斷孵化新項目，把越來越多產業放進同一個敘事裡。第二，創始人的個人表達開始壓過產品本身。人們討論追覓，不再只是討論掃地機器人好不好用，
而是開始討論於浩又說了什麼。第三，企業對外講述的宏大未來與員工和消費者面對的具體問題之間開始出現裂縫，也是從這一刻開始，追觅的每一次公開表達都被放到放大鏡下重新審視。其中最具爭議的一段來自於浩對企業管理的理解。我相信追觅的員工或多或少還喜歡被我罵，如果罵你了，說明還在關注你。在一段公開流傳的視頻裡，於浩談到自己在公司內部經常罵人，但如果他罵一個人，說明他還在關注這個人，因為被罵的人應該能夠感受到其中的愛與期待。如果放在一家高速成長的創業公司裡，這種表達或許可以被解釋成高標準、嚴要求，但在外界已經開始質疑企業文化的時候，這句話聽起來就完全變了。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是感動，而是警惕，因為在現代職場裡，管理者最常見的一種自我包裝，就是把情緒宣洩解釋成嚴格，把羞辱解釋成培養，把權力關係解釋成愛。當一家公司開始公開為這種邏輯賦予正當性時，員工感受到的未必是期待，也可能是壓力。緊接着，於浩又提出讓員工開通各個平台的社交媒體賬號。從營銷角度看，這件事並不難理解。在流量越來越貴的時代，讓員工參與內容傳播，確實可以降低營銷成本。很多公司也會鼓勵員工轉發品牌內容，參與宣傳活動。公開報道中也有追覓內部員工表示，這更接近一種鼓勵措施。如果員工沒有參與，不會受到懲罰。但問題在於，當這件事與前面的世界首富、100萬億生態、被罵是愛放在一起時，外界感受到的就不再只是一次營銷動作，而是一種越來越鮮明的組織傾向。員工、產品、文化、戰略和品牌開始圍繞同一個人的表達運轉。於是，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出現了：追覓究竟是在建設一個企業品牌，還是在建設一個創始人 IP？這種感覺在追覓組織約5萬人前往上海迪士尼之後被進一步放大。大型團建本身並不是什麼問題，企業願意為員工組織活動，也不應該被簡單理解成作秀。根據公開報道，這場活動覆蓋辦公室職員、研發人員、一線員工以及部分員工家屬。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當然可以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員工福利，但在當時的輿論環境裡，這件事已經無法被單獨理解，外界感受到的是一種越來越強烈的個人色彩。然而，真正讓我重新理解這場商業神話的，並不是那些複雜的財經分析，而是網絡深處一段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工人自拍視頻。前面所有故事都發生在天上，直到一名自稱曾在追覓蘇州產線工作的工人拿起手機，用自己的鏡頭把所有人重新拉回地面。在他的視頻裡，沒有100萬億美金生態，只有每天早上6點多必須爬起來趕上的廠車，沒有改變世界的科技，只有晚上9點半回到宿舍時已經接近麻木的身體，沒有宏大的產業布局，只有因為工作效率更高，所以被安排更多任務，而這些多出來的工作並不會自動變成更多收入。這才是整個故事最割裂的地方。同一家公司裡，有人正在談論全球產業版圖，有人正在計算自己一天還剩下幾個小時可以休息。更諷刺的細節是一杯奶茶。按照這名工人的說法，於浩曾經在內部宣布要請全員喝30塊錢的奶茶，但到了部分產線員工那裡，30塊錢的奶茶最後變成了2瓶廉價飲料。甚至還有一部分同事連飲料都沒有拿到。放在一家號稱要打造100萬億美金生態的公司裡，幾瓶飲料當然算不上什麼大事，但對流水線上的工人來說，問題從來不是飲料本身，而是那種被承諾又被落空的荒誕感。如果一家公司連已經宣布過的一杯奶茶都可以在執行過程中變形，那麼台上那些更大的承諾又有多少值得相信？視頻最後，這名工人對着鏡頭問出了一句話：你有沒有把流水線工人當人？這一刻，整個故事的濾鏡碎了，因為觀眾會突然意識到，
100萬億美金生態與流水線工人的一天，並不是兩個毫無關係的故事，它們發生在同一家公司裡，甚至可能發生在同一天。更麻煩的是，這種失望並不只來自員工，一些消費者也開始公開投訴，機器反覆出現故障，售後響應緩慢，客服遲遲聯繫不上。在黑貓投訴等平台上，與追觅相關的售後投訴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對於一家消費電子企業來說，產品出現故障並不稀奇，規模越大，投訴數量通常也會增加。真正需要觀察的是，當一家企業把越來越多注意力投入營銷、流量和未來故事時，它是否仍然有足夠耐心回應一個已經交過錢的普通用戶。員工和消費者站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卻提出了相似的問題。員工問：你有沒有把流水線工人當人？消費者問：一家企業還有沒有耐心回應眼前最基本的問題？而就在這個時候，故事裡又出現了一個略顯黑色幽默的細節。於浩曾經專門發文表達自己對小紅書平台的不滿。他說，小紅書是一個非常非常爛的平台，社會價值觀導向非常非常爛。他甚至直接表示，任何在小紅書上評論追覓產品的內容，基本都不要相信。反正他也不會把上面的任何反饋信息當作參考。理由是，他認為這個平台依賴攀比、炫耀和誇大其詞來牟利。這段話本身已經足夠激烈，但更微妙的是，接下來一段時間裡，關於追覓內部調崗、辭退和勞動仲裁的討論，恰恰主要集中出現在小紅書上。一些自稱追覓員工或前員工的用戶開始發帖，講述自己的經歷。有人提到崗位調整，有人提到辭退爭議，有人開始討論勞動仲裁。但整個故事最有黑色幽默感的地方就在這裡。當一個企業家公開告訴所有人不要相信小紅書時，小紅書卻反而成為外界觀察這家公司內部爭議的重要窗口。一個被他公開否定的平台開始持續放大關於他的討論，而他越是否定這個平台，人們就越想知道這個平台上到底出現了什麼。於是，原本分散在不同帖子裡的員工敘述，開始與前面的工人視頻、售後投訴和宏大敘事匯合。這件事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小紅書上的每一條帖子都可以自動被視為已經核實的事實，而是因為當越來越多人開始講述類似的經歷時，外界必然會提出一個問題：這些聲音究竟只是零散個案，還是一家高速擴張企業內部正在積累的真實壓力？而在爭議持續發酵之後，於浩的微博賬號進入了禁言狀態。直到這個時候，很多人才真正意識到，追覓今天最大的輿論風險已經不只是產品，甚至不只是企業管理，而是於浩這個人本身。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我是人類觀察員，這個頻道一直在做一件事，觀察普通人一旦有了影響力和權力，會變成什麼樣。我不關心他們多成功，我只看一件事，他們怎麼對待別人，怎麼對待自己，怎麼對待這個世界。如果你也在觀察這些事，歡迎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還想看哪些人哪些事。我們下期見。